大家好，我姓钟，名叫有为。我曾经呢是一位非常堕落的赌徒啊，我很喜欢赌，甚至呢赌到一无所有啊。那么一赌呢，整整就赌了10多年了，不知不觉呢，一路以来所赚的钱啊，包括自己做工啊、做生意都好啊，都一一的赔上了赌这条路啊。我赌就是抱着要快速致富啊。自认为赌是赚钱最快的一个捷径啊。那么当然呢，赌徒呢时赌时输啊，就时常欺骗父母的向他们借钱啦，亲朋戚友这样子啦，说拿来做生意的周转啊，其实都是把他们的钱当作赌本啊。当然越踩就越深了，不知不觉呢已经堕入了这个赌的这个深渊了，精神也开始出现了状况啊，就是每一天。每一晚都不能睡，都是失眠，一盖上眼睛的时候呢，就想到要去赌啦，赌的那个情景所带给我的那种快感跟刺激啊，还有就是抱着可以翻身就是说再重新的再赢回那个钱的那种念头啊。当然到最后呢，我也过着非常行尸走肉的生活，都已经没有那个力气呢，就是在工作上打拼奋斗。真的感觉非常的痛苦啊，非常的沮丧啊，就是一直在那个赌的困境里面，那个魔镜里面呢，跳不出那个圈子啊。我也是曾经试过要戒赌，我用尽所有的办法，甚至有想过砍手指啦，甚至有想过对天发誓这样的一个情况啦，但是一次又一次的，偶尔的又在重复去赌父母亲就是辛苦把我的之前的债务还完了，然后过了一阵子又跑去赌又是断断续续，不能完全断根我就开始觉得很害怕，迷失方向，很迷茫，很恐惧我也很讨厌我自己很憎恨我自己。父母亲看到我这样子的一个堕落的情景呢，他们非常的伤心，也非常的焦虑，也不知所措幸好他们没有放弃跟你本身日夜的祈求 ，OK， 希望我这个孩子得到了好转远离赌的这一个恶习。在有一天呢，当我真的是感觉到要放弃生命的时候呢，突然间母亲唱题的那个妙声那妙人给那个妙声传达到我的耳朵那个时候呢，我突然间有一些觉悟然后我就答应我自己不管怎么样都好，反正都已经要放弃生命了，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就不如再一次的去相信我们的日莲佛法，再一次的去确信一本尊再一次的唱题慢慢的唱题，慢慢的爬起来就是一句一句的唱南无人给给南无人给给这样子唱了2个小时、3个小时，一直唱一直唱，真的佛法真的是非常的奇妙，非常的奥妙。在我唱了第5个小时的时候呢，突然间呢，题目的力量给了我一个觉悟很自然的就打开了我的那个心中的那个之前的那种赌的魔戒提升了我的那个生命的佛界让我领悟到了，其实就好像一本尊告诉我，其实有为你并不是很大的问题你不赌就好了，你不赌就没有问题了，你所有的问题就是来自赌的根源你戒赌，你不赌就没有事情了，就是那么简单。失去的还可以赚回去你还来得及就恍然大悟，就感受到那一颗喜悦然后渐渐的就又再一次的投入那个学会做人的那个力气呢，就那个自信呢，就慢慢的回来所以也是通过妈妈这一段时间努力的唱题她觉得我在这一个地方呢待不下去了，就把我转一个环境，让我再重新的振作起来。一转就把我转去我们的沙巴州，马来西亚沙巴州的一个地方叫做斗福，去投靠我的舅舅，他是从事农业工作的。然后我的舅舅就安排把我放到一个荒山野岭的一个还在开发着的一个园地所以里面的一个环境呢是非常的恶劣没有充足的水，也没有电，整个环境都很恶劣
吃也吃不饱，睡也睡不暖，就是跟一般外劳的劳工就是一起生活。我就是写这一些报告，就是看着他们就是社会非常低层的人士啊，所以我感觉到那个时候呢，我非常的痛苦。我开始呢就唱大量的题目，还有阅读很多学会的书刊啊，池田先生的指导。5个月里面呢，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觉悟清醒。我甚至跟本尊道歉忏悔我过去的所作所为是没有做到人间革命就是活在无名的一个世界当我继续唱题到一段时间的时候呢，开始我的那个佛界已经涌现出来了我的智慧也涌现出来了，真的就是不赌就没有问题啦。你所谓的什么呢？精神病忧郁症、失眠症都是源自于赌。你远离这个赌，你不再碰这个东西就没有问题了。真的，佛法就是这样奥妙在这段时间里面呢，我也停止，也没有再继续的吃医生开给我的安眠药、抗忧郁症的这种药物很自然而然的，我通过唱题呢，我得到大量的喜悦就是整个佛界，就是整个人呢，就是觉悟了。唯有通过宗教的力量，才可以使到我们一个凡人真正的去得到内心的改革跟于本尊在下定一个很大的决议就是说我一定要重新的振作起来我一定要有那个力量自己的重新的去再一次的改革，再一次的站起来但是那个时候我什么东西都没有我在想到当时的我就是从事这个农业的生活种植业，其实种植业也是一个不错的行业。真的，我跟本尊祈求如果我本身有一块小地可以做自己的种植的一些商业活动过后拿去卖其实我都可以养活我自己我不求大富大贵然后我要把更加多的时间呢，去跟人家分享这个日莲大圣人的佛法怎么样使到一个人我转变了这样子。在我受训的5个月的期间，最后一个时刻呢，我的这一位舅舅他有一天就把我叫到办公室里面，然后他就讲，现在有一个机会有一块地，那么你在5个月里面已经受训，已经有一定的知识了，你有兴趣还是你的家人父母有兴趣把这一块地买下来吗？然后你就是可以自己去耕种了。我那个时候我就很开心我就看到那一个地开呢，其实里面的面积呢，就是我这5个月里面跟本尊祈求的我要的种植地的那个范围真的，本尊真的佛法真的很奥妙、很伟大、很不可思议心里面祈求的就是跟真实的这一片土地要买的面积是一模一样连0.18%都没有少我们要用什么价格把这一片土地买下来呢？我都没有这样多钱的。然后他就跟我讲，你算很幸运了，因为这一块土地呢，现任的那个地主呢，他要用很快的时间去脱手，所以他便宜市价。如果跟住现在的市价呢，这一笔数目呢，就是之前我10多年来所输掉的一个赌本。所以呢，佛法有讲的，财富是8逢今天我们一无所有，如果有福音的话呢，我们所失去的东西呢，会赚回来，这样的东西，我心里面就非常的喜悦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本人给我的一个机会一个体验一个实证然后真的，我的父母讲，幸好佛法讲的转重轻受，我们最后的一些老本当作是把这一笔钱呢拿来给你做一个买地的一个资金刚刚好那一笔钱呢就是买地的资金不多也不少我就一直不断的跟本尊祈求，我也投入学会，真的参与每一项佛法学会的活动都是我们转变的一个好的时机而且这块土地已经是种植业已经种了的，有收成了的，现成的，不需要再付出很大的努力所以这几年里面呢，我的生活呢真的是过得有稳定的收入，都是蛮写意所以就是因为我之前跟本尊祈求的，我要把这个转变，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态呢，去投入，去更加多身边的人呢分享佛法，尤其是跟我一样有这一个赌的问题、赌的树叶。在这几年里面呢，我最心庆的呢，就是我通过日莲佛法呢，领悟到佛法里面所教导的所谓的人间革命
我也没有再回去走上赌博这条路而死的，已经解决了我人生的命，而且看回去很愚蠢啊！哦，长期赌博是真的是走向人生的不归路啊，失去金钱啊，失去时间啊，你甚至会失去你整个家庭啊，哦，非常可怕的事情啊。我们人生的每一段道路呢，都是不平淡的，都会有遇到很大的问题跟困难啊。我们唯有通过修行日念佛法，认真的唱题去祈求啊，一定可以得到人生的转换啊，获得绝对的幸福啊。